大家好，我是 Manson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很多人有拖延症的习惯，你是否曾经也有这种习惯？例如，工作或者作业等到最后一刻才做。你是否有帮自己设立目标，但无法完成自己制定的计划？你是否以为是自己不够自律导致的？但其实并不是，因为你缺乏的是精力管理。回顾一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早上精力充沛地做好一天的计划，上午的时候还状态良好，一切完美进行，但午后就开始觉得疲惫，直到下班还有一大堆的事情没有完成，既沮丧又焦虑，只好加班弥补。晚上精疲力尽地回到家，只想马上休息，连陪伴家人也成了负担。最近某知名招聘机构发布的2017年中国白领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，过去的一年里，有 85% 的人加班，有 33% 的人没休过年假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每个人都非常注重效率和产出。我们会安排详细的日程表，用 GTD、番茄工作法等各种时间管理方法，恨不得一天有25小时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又忙又累，却效率低下。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极少考虑消耗了多少精力储备。对于精力，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能够随用随取。管理精力而非管理时间，才是高效工作和幸福生活之间平衡的关键。那什么是精力管理？精力就是做事情的能力。精力管理即通过科学的方法，使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保持最佳表现，全情投入，同时又不损害健康、幸福和对生活的热情。精力管理的理念来源于吉姆·洛尔博士和托斯瓦茜联合写的《精力管理》这本书。这本书的作者之一，吉姆·洛尔博士，是全球著名的心理学家，与宝洁、雅诗兰黛等公司有过合作。他开发的精力管理训练系统受到世界各地的认可和好评。另一位作者托尼斯瓦茜曾是记者、编辑和专栏作者，目前是精力项目机构的 CEO 和总裁。精力管理这本书在美国2003年出版，曾出版多次，被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推荐。而最近我也是阅读了这本书，并从中获益良多，所以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和体会。我们生活在快节奏数码化的时代，尤其在香港、台北、新加坡这种的国际大都市，大多数人都希望节省出更多的时间，做更多的工作，以此获得更高的回报。但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是，越长的工作时间真的意味着更好的结果和更多的利益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在这其中，效率是更加重要的因素，精力而非时间才是高效表现的基础，而有技巧的精力管理是高度表现、健康和幸福的基础。管理精力而非时间是高效、健康、快乐的关键。这条理论也是贯穿本书的中心所在。为了做到全情投入，我们需要时刻保持高且正面的精力。那我们又该如何保持呢？以下4条原则可以供我们参考。原则1，全情投入需要调动4种独立且相关联的精力源，分别是体能、情感、思维和意志。我们有责任管理时间和金钱，也同样有责任管理体能、情感、思维和意志。原则2，因为使用过度和使用不足都会削弱精力，必须不时更新精力以平衡消耗。想保持生命的跃动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有节奏的消耗和更新精力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回想一下长跑运动员的表情，紧绷、蜡黄、略显阴沉、波澜不惊，而短跑运动员总是浑身充满力量，似乎激情马上就要喷薄而出，迫切地想要突破自己的极限。原因很简单，不管面对怎样的挑战，终点线就在100-200米开外，清晰可见。有很多人说，人生好似一场长跑，但我想说，我们也必须学会将自己的生活看作一系列短跑冲刺，在某些时间段全情投入，
在另外一些时间段闲云野鹤，以应付下一个挑战。原则上，为了提高能力，我们必须突破自己的惯性极限，模仿运动员进行系统训练。我们锻炼情感、思维和意志能力，采用的是与锻炼体能相同的方法，既不断施加压力，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又不断休息。原则是积极的精力仪式习惯，即细节具体的精力管理方法，是全情投入、保持高效表现的诀窍。仪式习惯指的是定义明确、具有高度计划性的行为。回顾生活中那些积极而高效的时刻，你会发现背后少不了某些特定习惯的帮助。如果你身体健康，很可能是因为每周都拿出时间来运动；如果你跟伴侣和孩子关系亲密，说明你经常抽出时间陪他们等等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对精力管理有更深的了解。那下一步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精力管理呢？精力管理有3步骤：明确目标，面对事实，采取行动，配合切实有效的方法，改变思维，简化生活，制定计划，确立目标，健康饮食和坚持锻炼来管理好工作、休息、锻炼的节奏，并通过建立积极的仪式习惯，获得精力再生，从而全情投入工作和生活。首先，明确目标。目标明确，也就是明确自己内心的价值观，才能找到内在动力。知道什么最重要，才能全情投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争先恐后的和时间赛跑，事务缠身，精疲力尽，却不曾歇一歇脚，考虑一下我们到底想成为怎么样的人，我们真正要去向何方。书中提到提升人生目标有3步。第一，从消极的目标转为积极的目标。消极的目标充满防备，例如害怕出错、害怕受到他人批评等。这类目标带来的恐惧、紧张等负面情绪会大量消耗精力。第二，由外在目标转移到内心的目标。外在的动机来源于欲望，如金钱、权力、认同感等；内在动机来源于兴趣和内心的满足感。佛彻斯特大学人类动机研究组发现，由内在动机激发的行为会表现出更多的恒心和创造力。第三，将目标设定从满足自我需求变为超越个人利益、超越自我利益的目标，如帮助和关心他人、增加团队凝聚力等，是更深度的价值观和信仰，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，使我们更加幸福。第二步，正视现实。确认目标之后，我们需要正视现实，认清自我与理想之间的差距，而这并不容易。大脑很善于欺骗自己，人们常常为了自尊或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而逃避和抗拒事实的真相。然而，这样做会消耗我们大量的精力。只有当我们不再需要伪装，不再刻意回避现实，不再畏惧暴露自己，大量的精力才得以释放，用于全情投入生活。这很难，但也可以训练。比如，定期进行自我评估和自审，对真相保持开放，不要只看到自己愿意相信的部分，接受自己的缺点。就我个人经验来说，每日记录和复盘是一件不错的自我对话方式。可以把记录本当作另一个自己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回头来看，自己当时记录的事实是客观的吗？当时的看法是否带有偏见？等等。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自己，尤其是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局限。最后是付诸行动。认清现实的问题后，我们要通过建立仪式习惯改变自己，抵消调用自动力所消耗的精力。习惯成自然之后，所需要的精力会比依靠自律行动少很多。这里很关键的是，每次把精力只放在一个改变上，逐步进行。精力管理中，所有的训练方法都只是术的层面，最核心的道就是让我们学会慢下来，
学会休息。台湾大学校园里有一口很有名的钟，以台大第4任校长傅斯年命名，叫做傅钟。每节下课敲一次，每次21响。副校长说，一天只有21小时，其余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。他认为，如果每天能有3小时来沉思，那么另外21小时就会过得非常的清晰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忙碌的我们不一定每天能抽出3小时，但总要留点时间给自己，而不是全部都用来应付外界事物。最后总结一下，第一，再高效的时间管理方法也无法确保我们有精力完成每一件事，管理精力比管理时间更重要。二，精力管理既通过科学的方法，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经常保持最佳表现，全情投入，同时又不损害健康、幸福和对生活的热情。三，精力管理的实践步骤是：明确目标，正视现实，付诸行动。四，所有的训练方法只是术，精力管理最核心的道是让我们学会慢下来，学会休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或者所说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定期在 YouTube 和大家分享自己关于财富思维、自我成长等知识。大家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前进的动力，谢谢。好不好不再重要，过去已过去，谁能够计较？所有问号既然没答案，不如把它变成最美的句号。从前的伤痕已经不会再疼，那是我的回忆里永远亮着的灯。我以为我们看见了永恒，原来只是过程。你没有责任，就把它当成写坏